全世界3亿玩家都在期待的游戏大作 GTA 6，它终于要来了。想必 GTA 6的内容应该也完成的差不多了。有多少人看完 GTA 6的预告片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？想到这几年，我盘点了无数侠盗猎车手的彩蛋、故事细节以及教学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 GTA 6里的诸多细节以及小彩蛋。首先，画面来到第一帧，这是城市的远景镜头，可以看到庞大的建筑群。现在来看看画面下方的高速公路，后面的小皮卡拖着一艘游艇，代表了拖车系统将会被沿用。而上方的红色小汽车来自于5代的地狱火，这辆车是废土人，也就是说 GTA 6中的汽车大概率用了5代的建模，然后更高清更细节化了。我们将镜头放大，可以看到远处的监狱，它看起来要比上一座中的监狱更大，可以看到周围的哨戒塔以及主要建筑。这次的布局应该是更加接近现实中的监狱。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个很酷的小细节，所有的小鸟都站在了电线杆上，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 GTA 6的建筑数量至少比洛圣多大2倍，还有这个引人注目的通天塔。其实这是现实中佛罗里达州最高的建筑，579米的 WTVY 电视塔。相信到时候会有很多朋友爬上这座塔，然后纵身一跃。下一个镜头，我们可以看到本作的主角露西亚在本次的预告片中，她似乎比去年的泄露视频更漂亮了一些。这里的露西亚穿着囚服，旁边是牢房中的双层高低床。很明显，露西亚是被关进监狱的囚犯。在这里拉高亮度和对比度，我们可以看到床头贴了很多照片和很多的手写便签，还有一张类似于全家福的照片。大胆猜测一下，开局可能是越狱的桥段，目的是为了回去见家人。因为有传言女主角有一个孩子。下一个场景是露西亚和一位看起来像是典狱长的人交谈。根据桌上的名牌来看，他叫做斯蒂芬恩。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出色的环境光系统，甚至做出了丁达尔效应中的灰尘，还有人物模型的惊人细节，墨镜和耳环上合理的反光，身上的服装配饰也充满细节，人物说话时甚至还能看到轻微带动的发丝。现在场景来到了最沉的全景，首先是俯视角的海洋画面，相信各位游戏玩家一定可以看到这次的水底效果有多么的出色，水体的交互水滑效果，还有风吹过后的水面波纹，已经超过了目前最顶尖的游戏技术力。海洋整体上也不再像上一部中黑漆漆的，这次变得清澈透明，看起来实在太棒了。镜头中还出现了不少动物，跃出海面的海豚、游荡的鲨鱼以及天上的海鸥。下面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最沉的全貌，画面看起来非常干净。和洛圣多的中心区域照片对比了一下，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次的最沉非常庞大，而且这里甚至还不是最沉的中心区域。镜头中可以看到2架飞机，近处这个直升机很明显是上一座中的小蛮牛直升机，远处还有一架多功鸟正拖着一个广告牌，上面写着如果可以919，为什么还要69？69这个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没错，姿势嘛。919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。下面是城市中的镜子，可以看到建筑和植物的细节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了。建筑的玻璃贴图也进行了更新，让里面看起来更像是有独立空间。接下来是一大片沼泽地带，画面中的主体是一艘水陆两栖气垫船。在第一次泄露事件中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它的身影。很高兴2星可以添加更多的载具种类到游戏之中。下面依旧是沼泽地的画面，这里有很多的火烈鸟和不少佛罗里达的沼泽鳄鱼。得益于荒野大镖客2的经验，这种自然风景做的实在是太棒了。还有这只吉娃娃，这次的 GTA 6中貌似加入了非常多的宠物种类，希望玩家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宠物吧。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沙滩上有一个在全系列中都没有见过的细节，那就是人物走在沙滩上，脚趾的部分会沾上沙子，以及阴影投射在凹凸不平的沙滩上的效果。2星真的是越来越细节了。从海滩的画面可以看出，本作的 NPC 将会比上一座更多更拥挤。这么多人出现在同一个位置，对于设备的压力还是挺大的。但2星的优化技术很强，大可放心。海滩上还有一辆用于拉船的车子，希望本作能让我在海里开船的同时还能把船拉到岸上。这里还有2个小亮点啊，这个人在用手机偷拍，还有这个黄衣服的大摆锤，大家自己看吧。GTA 6可能会有中国人出现，因为在这个画面中的这艘轮船名字叫做布里斯班号。现实中真的有这艘轮船，轮船的归属地是香港，而且还是从香港出发的，所以很可能游戏中会有中国人出现的剧情。接下来的画面重新回到主角露西亚上，这里是第一次可以看到城市的夜景，可以从路牌上获得一些信息。这条高速公路是凯利县通往最真机场的线路，旁边的指示牌是通往市中心的线路。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个男性从前面的跑车中探出身子，并用手机对露西亚进行拍摄。不确定他们是否认识，但可以确认他应该在拍摄类似国内的社交媒体视频。下一个场景是一处酒吧，玩过 GTA 系列的应该都懂，高跟鞋图标的小酒吧。这里的2人很明显是帮派成员，这个特写镜头很可能意味这2人会是游戏中出现的重要 NPC。现在这个画面是夜景的天际线，
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网球场，也就意味着本作也可以打网球。体育活动小游戏应该会比前作更多。紧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场景，玩过《罪恶都市》的小伙伴应该立马认出这是哪里了吧？路上更是有各种各样的跑车，极具奢华。白色的这辆车是不是特别的眼熟？车名都写在了车牌上了，名为猎豹。基本上这辆车贯穿了整个 GTA 3D 和 HD 高清世界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一排豪车旁边有一个流浪汉，坐在地上似乎是在乞讨。还有旁边这位经过的大姐，只能说很有个性。而在乞丐的肩膀上还有一只鬣蜥，而鬣蜥的过度繁殖的问题，正是佛罗里达州现在出现的一大麻烦。而接下来的画面，我们来到了酒吧，台上的这个 DJ 小姐姐看起来非常的像 PO， 那可是近几年非常红火的女 DJ 了。在这个场景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海上有一个移动的货船，不知道能不能驾驶一下，那感觉应该爽死了。而在画面的上方，我们可以看到天上有一个飞艇，这玩意儿跟五代那个可不是同一个东西，这玩意在现实中就是用来抓捕走水路运送毒品的人。相信这里肯定是大家最喜欢的片段之一了。无论是抖动还是皮肤材质以及面料头发的质感，甚至是远景城市建筑的密度，那感觉简直是质的飞跃。仔细看泳衣的纹理，居然是前作里的一个高端时尚品牌。这家店好像只有一间开在了罗克福德山。这位女性看起来很像我们的主角露西亚，眼下的这可以对应上，但嘴角的这似乎没有了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化妆的原因。总之重点真的不是颜值，而是这个直到如今都没完工的大楼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勾起了你死去的回忆，只剩饥噩梦关卡？这么多年了，这破楼还没盖好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佛罗里达州不养闲人，而二星则是将这个梗玩得淋漓尽致。预告片的中段开始出现了短视频，没错，在6代里我们有了自己的短视频媒体，估计会和任务什么的有关联。而妙的是，这些短视频几乎全部都是来自真实。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个场景，一名警察正在将泳池里的鳄鱼拖出来，下面配速最称保持警惕，记得在泳池Part 7开始前检查一下有没有不速之客。而这则是佛罗里达州4年前发生的真人真事儿，一条将近3米长、重达300斤的鳄鱼出现在了一个花园的泳池里。接下来画面一转，来到了整个预告片，技术力最强的一幕，这抖动、遮肉感真的是无敌了。这当然也是出自佛罗里达州的真人真事，来自2017年迈阿密高速上的这一幕。接着又是鳄鱼，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一家超市的监控拍下了这样的一幕。这个真人真事就更久远了，来自10年前的2013年，晚上一只鳄鱼闯进了佛罗里达州的一家沃尔玛。看来佛罗里达州的鳄鱼泛滥问题一直都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而在刚刚的画面中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鳄鱼，还可以通过放大功能看到窗外有 NPC 在加油。推测本作可能会添加加油系统，其实再也不能跟之前一样无限狂飙了。而且我们在下一个画面中还可以看到油价表，看来二星肯定会在油价涨跌上做文章。将画面缩小，可以看到一名警察正在追捕一名似乎赤裸的男子，下面小字幽默地写着：通常要去脱衣舞夜总会才能看到这样的抖动。有人说是出自这一段。最欢乐的还是这个镜头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名也是近乎裸体的老头正在自己的花园里浇水。这也是发生在南佛罗里达州的真人真事儿。在2018年，由于近乎赤裸在自家花园里游荡，被邻居举报，说这个老头非常热衷于在自己的草坪上赤裸干活，每次都以一种最开放的姿态面对大自然。在这个镜头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泥巴的小姐姐，以及身后各种汽车、怪兽卡车什么的。这里其实是佛罗里达州非常著名的红脖子泥浆公园。这个泥土的贴图材质还是很棒的，非常期待一下实际画面以及更多的细节。同样是邻居之间的小摩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双持小锤的花裙少妇。这个小片段可能是辨识度最高的了，因为这个视频有着几千万的播放量。昏暗的 party 上，红绿灯光烘托出诡异的气氛。一位老哥一跃而下，重重地砸在了桌子上。这种事情只有佛罗里达的疯子才能做得出来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拍短视频的胖墩，他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姿势压碎他想压碎的一切东西。片中有一段驾驶画面会经过一个广告牌，看起来应该是一个他好你也好的广告，上面写着可以治疗情绪。当我们逐帧细看，就可以看清下面的2行小字，非常幽默的写着18到65岁的患者应慎用，乱眨眼睛可能会危及生命。还有一行小字更是令人震惊，如果你的擎天柱持续长达4个小时，请致电你的医生，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。接下来2个直播画面映入眼帘，首先是这个翻车画面，下面小字写着警察逮捕了这位吃了霸王餐之后并翻车的男子。或许这个片段的灵感来源是今年11月份在杜瓦尔县发生的劫车事件，最后嫌疑人翻车和视频里的几乎一模一样。最终在佛罗里达州弗拉格勒县结束了这场高速追捕。这个直播画面是由维泽尔新闻提供的，没记错的话，这个维泽尔新闻从4代就有了。在5代里，我们甚至可以找到他们的一栋办公楼。接下来又是一个直播画面，讲的是一名佛罗里达州的罪犯因为独特的外表而被定罪。下面非常幽默的写着标题墨水的忏悔，脖子上的纹身暴露了他自己的身份，这是男子列奥尼达定罪的关键。而二星这次玩的梗则是一名纹身模特，这位老哥在2017年被指控用枪指着过往车辆而被捕入狱，随后他布满纹身的大头照火遍大江南北，并被大家称为迈阿密小丑。后来放出来没过几天再次2进宫。
这位老哥还真是喜欢演反派。下一个画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戴着大金链子的老哥出场了，甚至还有他的社交媒体号什么的。其实这位老哥也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名人，是黑人说唱手 Radwave， 不能说是有点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接下来我们来讲 GTA 6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小细节。首先是刚刚的雌雄大盗这一段，往回倒一点，有一个在商店的镜头。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熟悉的一个啤酒牌子汤尿啤，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吧？除了汤尿啤，还有罗格啤酒，以及在洛圣多我们可以看到的爱国者啤酒、科解所的服装，还有一系列的车辆涂装。看来 GTA 6中同样也会出现他们的身影。最后小商店开门的瞬间，立马让我想到了雌雄大盗，而且这个动作也非常的有那个感觉。这对雌雄大盗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，名为邦尼和克莱德。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男主角耳朵上有个耳洞，而星竟然连这种小小的细节都做了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细。GTA 6是一对雌雄大盗的故事，两人在这里互相说出了信任，不知道会不会成为游戏剧情中的伏笔。可千万别像大表哥里的达奇一样，让主角遭受背叛。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 GTA 6内容。看完这个预告片，只能说这两句话说的真他妈对。佛罗里达州不养闲人，艺术来源于生活。下面请欣赏新时代的第9艺术。When you call, when for us all, Mexico, look at the